给大家分享一下网线接水晶头的方法，感兴趣的朋友收藏一下，接着往下看。首先呢，第一步把这个网线先给它剥掉外皮，用小黄刀给它割掉。如果没有小黄刀呢，其实用这个剥线网钳也可以。剥掉之后，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内部呢是有4组8条线。然后这个接网线的它的方法呢分为2种，一种是568A， 另外一种就是568B。最常用的就是 568B。568A 和 568B 它的接线顺序是不一样的，顺序呢是从左到右，顺序不同。首先呢，我们把这4组线呢，先给它按照橙蓝绿棕的顺序给它排列开，橙蓝绿棕，就这个顺序给它先排列开。排列好之后，然后呢，先把这个线呢分别给它分开。分开之后，等会儿我们接网线的时候就会更加方便。如果不分开，是没有办法压水晶头的。捋完以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最常用的 568B 它的接线方法。首先呢，先把第3条蓝白和这个蓝绿换一下位置，只需要换这一条就可以了。然后呢，按照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的顺序给它排列好，然后把它全都弄一块儿。接下来呢，就需要把多余的线给它剪掉，在这儿呢留大概1公分半，就是1厘米半这个长度就可以了。然后用网钳给它剪掉，多余的剪掉。剪掉之后，然后呢拿出水晶头，水晶头这个上面有金属的这一面朝上，然后呢把它塞进去。塞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塞到底。塞完以后可以看一下侧面，网线有没有塞到底，都可以看出来。我们看塞到底之后，然后看一下顺序，如果没有错误的情况下，就开始压网线，把它放进网线前。这个手呢要往上推，给它推到底，然后一边开始压，压一次可以听到咔一声，然后就可以了，也可以再压一次，这样就做好了水晶头。我们来看一下，一定要把这个网线这个外皮给它塞进去，让它卡住，这样呢才会非常的牢固，这样转也转不开。在这儿呢有2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剥这个外皮的时候，力度呢不要太大了，如果太大了以后呢，很容易把网线根部它内部这个外皮给它剥坏，坏了以后呢，时间长了后这个网线就断了。第2种情况就是一定要记住，不要像这种一样在这露着外皮，如果像这样情况下非常的不耐用，很容易就这样断开。当时真的是吓死了，出来就发现他的手就被炸黑了，硬币也被炸了一个拐角。怎么可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其实呢，只需要给这个充电口简单的给它处理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如果不处理的情况下呢，刚才视频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小孩是吧，他用一个硬币塞到这个充电口里面了，当塞进去以后这个2条线它就会短路，这样呢就会听到砰一声，然后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解决方法呢也非常简单只需要呢一个这样的小黑豆，把它接在这个充电口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处理方法。上面这个小黑豆其实可以找个报废的电动车充电器，或者是一个报废的其他的电路板，一般都有这种小黑豆。我们看这个电动车充电器看到没有，这边2个，这边1个，本来是这边4个，让我拆走3个了，所以说剩1个。这个呢也是一个报废电动车充电器，我们呢只需要拆个这样的小黑豆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电烙铁的朋友，可以用剪刀把它剪下来也可以。好，我们先拆一个。再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型号，它是 EN5408，这2头是不一样的先看这一头呢是有个白杠，而这一头没有。好，现在咱们把它给安装上。安装的时候呢，首先先找到充电口的这个充电口，然后找到这个红色的这条线，先把这个红色的线从电瓶上面给它拆下来。拆开之后呢，然后我们把刚才这个小黑豆给它焊上。焊的时候呢，一定要区分好，没有白杠的这一头给它焊在这条线上面。
焊好以后，给它套个热缩管，然后用打火机烤一下。如果没有热缩管，用电工的绝缘胶带缠上也可以。烤完之后，然后把这头呢，给它窝一个半圈，窝成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最后一步呢，就是把它再拧上，拧牢固就可以了。OK， 我们看一下，这样呢就改装好了。然后呢，我们来测试一下啊，用弯表来测量一下，看一下这个充电口上面有没有电。如果没有电啊，问题就完美的解决了。我们看，确实没有电。刚才我们接上的这个小黑豆啊，它的作用呢，它就是可以防止就是电瓶里的电不让它往外输出，它的作用呢，只是让它输入，不让它输出。所以我们在测量的时候，它是没有电的。如果这个时候啊，小孩子再用这个硬币塞进去的情况下呢，它是不会发生危险的，因为它没有电。然后呢，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能不能给它充电。如果能充电呢，就说明这个问题完美的解决了。我们来看一下，没充电的时候是绿色的灯，把这头插上来看一下，可以变成红色的灯，说明它可以正常充电，就这么简单，这问题就解决了。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咱们修一台 DVD， 它的问题呢是通上电之后呢，点开机键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拆开以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一共是2块板的，这块板呢是电源板，然后这一块是它的主板。像这个电器不通电，大部分问题都是出现在这个电源板的问题上面。我们主要就是检查一下电源板。在检查电源板之前，我们首先先测量一下这个电源线还有开关有没有问题。如果它们有问题之后，这个 EVD 它也是不会通电的。电源线是没问题的，然后再测量一下这个开关，开关也是没问题的。像这种情况应该就是这个电源板的问题了。我们把这个电源板给它拆下来，先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背面有没有开焊虚焊的地方，并没有发现。然后上面这些元件也没有明显发现有烧坏的，也没有发现有烧糊的。我们先看一下这儿是有个保险的，我们先用弯表再测量一下这保险，看它有没有烧断。从外观上来看，这个保险它是不坏的。我们用弯表再测量一下，是没问题的这个保险。然后呢，我们下一步就是给它先通上电，然后用弯表再测量一下它的电压，看正常不正常。通上电以后呢，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上面这个主滤波电容上面有没有300伏的电压。332伏，它的电压是有的。然后再检查一下变压器的初级线圈上面有没有300伏电压，这也是有的，332伏，有电压，它这个输出是没有的。像这种问题它是出现在这个低压部分，是这块有问题了。我们主要检查一下低压部分的元件。把电断了以后呢，我们先看一下低压部分，上面就几个2极管，然后几个电容。我们首先呢要检查一下这几个快速恢复2极管，这儿一个个头大的，然后这儿还有2个个头小的。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个个头大的，用2极管档测量一下，看一下它有没有短路击穿。好像已经击穿了这个，我们先把它先拆下来以后再测量一下。拆下来以后呢，我们再测量一下，这样的话测量会比较准确一点。我们看一下已经击穿了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型号，这是一个，它型号是 SR350，它是一个3安50伏的肖特级2极管。然后呢，我这手里面正好有一个 SR5100的，这是一个5安100伏的，这个耐压值更高。我们把这个换上去来试一下，看一下这个 DVD 能不能修好。好，我现在已经把它换上去了，别的元件呢并没有发现有坏的。现在呢，我们就给它通上电来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到底能不能修好。开始通电，然后我们就要开机了，开机。
已经有电了，是吧？故障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二极管烧坏了。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哎呦，把我吓坏了，看到没有？非常的危险，这样。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视频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只需要在报废的电动车充电器上面拆下来一个小元件，把它接在电动车上以后，我们的电动车在使用的过程中就会变得非常的安全。无论家里的充电器坏成什么样子，坏的有多么严重，我们都不要把它给扔掉，因为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用处是比较多的。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它最好用的方法。我们仔细来看一下，每一个充电器上面都有这样的小黑豆，是吧？4个排列在一起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充电器也是一样，是吧？在这儿排列着4个。我们呢主要是用它。现在呢我们拆一个这样的小黑豆下来，上面的这4个小黑豆它的型号都是一样的，我们呢任意拆下来一个就可以了。首先就用电烙铁把它直接弄下来，如果没有电烙铁也可以啊，用钳子用剪刀把它弄下来也行，主要呢就是把它拆下来。哟，非常烫手。哦呦，下来了。我们先看一下电动车充电上面的这个口，有很多小孩比较调皮捣蛋，他喜欢呢就是用一个硬币或者是钥匙，再或者呢就是其他的金属东西，他喜欢把它塞进去，这样是非常的危险。看一下它这个危险程度有多大。哎呦，把我吓坏了，看到没有？非常的危险，这样。这个电线呢都粘上去了已经。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法，从此以后呢就会变得让它非常的安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呢就是上面带电引起的，我们给它改装一下，让这个电呢只让它输入不让它输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首先呢我们找到充电口上面的这条红色的线，然后呢在中间给它剪断，剪开之后我们呢把拆下来的这个小黑豆给它接上就行了，非常简单。我们看啊，这小黑豆上面呢是有一个白杠的，这个白杠呢我们给它接在电瓶这一端，给它拧上，然后没有白杠的这一端呢我们接在充电口这边。就这样接好以后呢，用电烙铁给它焊牢固，然后呢缠上胶带，就这样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我们首先呢先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给电车充电，这是最大的问题，是吧？如果不能充电不行的。这边我们插上充电器，我们看一下红色指示灯亮，说明呢就可以给它充电。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插头拔下来，好，我们看现在是不能充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上面还有没有电。没问题了，是吧？我们看无论怎么再碰也没问题了，插头上是不带电的，这样呢就可以解决安全问题了。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家用电器的电饭锅里面它是有一块特殊的磁铁，这块特殊磁铁呢是和普通的磁铁完全不一样的，它具体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今天我们来把它拆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特别之处。现在呢我们就把它拆出来，我们呢拆出来之后呢做个实验，大家就明白它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了。就是这块磁铁，从外观上我们看着它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现在我们把它再拆下来，来看一下，感觉和平常的磁铁外观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个铝的，我们可以找个铁的来吸一下，可以吸上去的。这块磁铁和普通磁铁具体不一样之处就是它的特性。普通的磁铁如果给它加温以后超过100度往上，一般的它的磁性它就会消失，而这块磁铁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特性值一般的它就是高温是103度到105度之间，达到这个温度之后它的磁性就会消失。不过当它恢复常温的时候，它的磁性也会跟着一块来恢复。现在呢我们就做个实验，给它加温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它的磁性会不会消失。现在呢，我用的是这个风枪，我们给它加热一下。等一下看这磁铁会不会掉下去啊？速度太慢了，我给这个风枪再加下温，调一下温度。掉下去了是吧？磁性消失了，我们看还有一点磁性，不过没有了，几乎都是没有了。等会儿我们等会儿它这个温度下降之后，我们再试一下还会不会有磁性。现在呢是没有了，吸不上去了，看是吧？没反应了是吧？磁性消失。好，现在过了有20来分钟了，这磁铁应该已经凉了。我们试一下有没有磁性了。看磁性，它现在呢已经恢复上去了。这磁铁还是比较有个性的啊，磁性可以消失，也可以恢复。好了，视频今天就感谢大家观看。用一个打火机就能焊接的万能焊条，真的好用吗？先看一段视频。是一种新型焊接材料，铜铝耀锌焊丝条，它可以焊接银铜铁铝，用的时候只需拿打火机点燃就可以了。它是通过自身燃烧来焊接，操作简单强度。买回来了，现在咱们把它给拆开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万能焊条到底有没有这么好用。就这个小东西，我们看啊，这边还有一个用途啊，上面写的是专业焊补铁铝铜管不锈钢，还有竹木陶瓷塑料原型件各种器材，说的非常的好用啊，种类比较多。咱们看一下啊，这个内部2根，哎，我要的2根，怎么给我发的是3根啊？好像这个是断的，然后从这个外观颜色看着像是金属的，但是呢，这个重量非常的轻，它应该不是金属的。先找块磁铁来测试一下，并不稀，说明啊它不是金属的。现在呢，咱们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它好用不好用。到这儿呢，我找了个电水壶，单独呢在这上面开了个洞，我们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万能焊条粘的效果到底如何。然后呢，看一下它上面还有这几个字啊，独家生产，国内首创，听着非常牛啊，牛不牛呢？测试完后就明白了。首先啊，这个东西呢使用的时候非常简单，只需要用个打火机就能把它给烤化。然后呢，我们开始啊测试一下，先焊这个，把表面先给它清理一下，清理干净以后啊，打火机先点着，给它先烤一下，这样一烤就化了，看到没有？很轻松就化了。然后这个烟啊有点硫磺的味道，现在看不清是吧？其实呢，这个万能焊条呢已经燃烧了，使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它这个效果好不好呢？我们测试完以后才能知道。OK， 现在已经把这个洞啊堵住了，看着它已经冒泡沸腾，像要着火的样子，啊，真着火了！看来使用这个东西是非常危险。不是，这个家伙还燃烧，燃烧了半天。我，哎呀，吹了老半天，终于把它给吹灭了。上面这个东西呢，已经燃烧完了，才把它吹灭。我好像这个操作有点失误啊，接着再来焊一下，测试一下。这一次啊，把它焊完以后，直接先给它吹灭，然后让它长，给它测试一下，看它让它先反射。这次决定它反射，这个好看。好了，这次焊成功了。我们先让它冷却一下，等冷却完以后，测试一下它的强度到底粘的牢固不牢固。现在呢，已经过去10几分钟了，温度呢已经降下来了，没有温度了。我们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东西啊，焊的到底牢固不牢固。先敲敲这边，不行啊，轻轻松松的就把它捅了个窟窿。看来这个东西非常的不靠谱啊，妥妥的是智商税。还感觉啊没有胶水粘的牢固呢。所以说啊，这个视频呢，大家要点赞转发一下，让更多人都知道这个东西啊不可用。当家里的电饭锅做不熟饭，或者是做出的饭都烧糊了，像这种情况呢，一般都是锅内部这个温控器的问题。像这种情况呢，有2种处理方法，一种呢就是
更换温控器。另外一种方法呢，其实有一些呢就是不用更换，只需要呢给它简单的处理一下，也还能接着再使用。经常做饭的朋友们都认识这个东西，它就在发热盘中间的位置。其实呢，它的内部呢就一个热敏电阻，它在工作的时候可以检测到锅内部的温度。就是工作的时候啊，当把这个锅的内胆放上去以后呢，就会把这个弹簧给它压下去。压下去以后呢，上面这个接触面就能更好的和锅底，就是锅胆底部更好的接触在一起。接触在一起呢，它就能更准确的检测出锅内胆，它的温度。如果它坏了以后呢，它就检测温度检测的没有这么准确了，就会出现做饭做出来的饭比较夹生，或者是把饭就做糊了。像这种情况呢，它的处理方法呢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先检查一下，它这个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就是内部啊有个热敏电阻，检查一下它的热敏电阻，看一下它的阻值正常不正常。然后呢，还需要就是测量的时候呢，测量一下看它阻值有没有变化，就是给它一个温度的时候，看它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就说明这个已经就坏掉了。大家如果没有弯表的朋友们呢，可以采用第二种方法，就是在看一下它的表面，主要啊表面，特别是上面这个表面，如果有特别厚的脏东西，在上面如果沾了一层，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东西把这个表面给它清理干净。然后呢，还有锅的内胆底部和它接触的那个面也需要检查一下，看一下它有没有脏东西。如果有的情况下，也需要把它给清理干净。如果不清理干净呢，就是它们两个放上去以后呢，接触在一起，因为中间有脏东西，它有隔层。这个时候呢，电饭锅在工作的时候，这个温度传感器就不能很好的检测到锅内部它的温度，它就会检测失误。像这种情况呢，也会出现电饭锅加热不正常，就是做出的饭加生或者是烧糊这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在检查的时候呢，也要检查一下发热盘，看上面有没有脏东西。如果有的情况下，它也不能更好的加热，像这种情况呢，也需要把发热盘给清理干净。如果这两方面、三方面都清理干净了，还是出现加热不正常，像这种情况呢，就需要更换这个温控器了。其实呢，买个温控器也很便宜的，从网上自己都可以买到。更换的话也不需要用电烙铁，只需要呢用螺丝刀，把它拆下来，更换上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其实呢，在我维修的过程中，温控器坏的还是比较少的。遇见最多的情况呢，就是上面的污垢比较多引起的这种情况，只需要呢给它简单的清理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家里的不锈钢盆坏了，上面有个窟窿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个电线就可以快速的给它补住，用这个方法给它修补好以后啊，非常的耐用，再用好几年它也不会漏水。平时很多人呢遇到这种窟窿呢，都是用个焊锡把它焊住，但是这焊锡不耐高温，温度高了以后它又开了。那么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具体需要怎么操作呢？我们来看，首先呢就是需要在家里找一个铜线，不要找铝线，因为铝线给它补好以后它容易氧化，还会再漏。我们找这个铜线，一定要记得用这种稍微粗点的铜线。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方法。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铜线呢给它用个剪刀把它先剪个尖出来，你来看，剪成这个样子以后，接下来我们把它塞到这个窟窿里面，你看就这样给它塞进来一点头就可以了，不用塞的太多，只需要塞进来一点就行了。然后呢，我们用个剪刀把这个铜线给它剪断，剪断以后呢，你来看，我们找一个锤子把它放在这边，我们给它砸一下，这样呢就相当于是铆钉的作用。我们给它铆上，看，这样把它砸完以后，把这盆反过来，接着再来砸一砸，两边都给它砸平。你来看，用这个方法修补好以后不管你用多长时间，它都不会漏。铜因为它不会生锈，也不会氧化，你看是不是？这个方法非常好用，是吧？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用一个手机充电器就可以电镀铜。平时家里的工具或者是钥匙生锈了怎么办呢？我们给它上面镀上一层铜，这样呢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它生锈了。你看这些钥匙生锈的也非常的严重，那怎么用这个手机充电器来给它镀铜呢？操作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先找一个容器，塑料的，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检测液，用这个东西啊，就可以镀铜。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给大家呢来演示一下。我们来看，像这种浓度比较高的检测液呢，我们给它1:1兑点水，就可以简单的制作一个镀铜液。然后呢，我们把它先放到这边。接下来呢，我们把手机充电器拿出来，需要找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我们把它剪开后，这里边呢只留下黑色和红色就行了。我们只需要给它上面接2条线就可以了。我们在红色的上面接个夹子，有夹子呢使用的时候会更方便，用胶带缠一下。然后呢，在这条黑色的线上面也接个夹子。我们看，就需要接2个夹子，操作就完成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来看，在这个黑色的夹子上面，我们夹上需要镀的东西。你看这个钥匙生锈了是吧？比较严重，我们呢就把这个钥匙开始镀它，把它夹上，然后呢放在这个调制好的这个镀铜液里面，放进去以后，然后呢这个红色的夹子呢，我们夹一段铜，没有这个铜啊，就是找一个铜电线、硬电线也可以，弄点铜丝也行。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容器里面，然后呢，我们把手机充电头插上，就可以电镀铜了。我们仔细看一下上面的变化，你来看，插上去以后呢，立马上面这个钥匙周围就开始很多的小气泡，现在呢就开始镀铜了。我们来看它的原理呢，就是把这个铜镀到这个钥匙上面，镀的时间越长，钥匙上面镀的铜就越厚，它就越不容易生锈。好，现在呢已经镀了5分钟了，我们把钥匙拿出来看一下镀的效果怎么样。我们看这个钥匙已经明显发黄了，是吧？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铜也拿掉，我们用纸都给它们来擦一下，看一下效果。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钥匙，你看白色的现在变成黄颜色了，是吧？现在呢已经变成铜颜色了。然后呢再看一下铜管上面的铜明显已经变薄了，就是铜管上面的这个铜啊已经镀到这个钥匙上面了，这样呢再也不用担心钥匙生锈了以后。微信长按2秒钟隐藏着10大功能，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给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使用微信的时候，这些功能都非常好用。第一种就是打开微信快捷方式，长按微信图标2秒钟，然后就出来很多种快捷方式。第一种就是我的二维码，打开这个二维码之后，朋友添加我们为好友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扫我们添加好友了。第二项就是扫一扫，在我们付款的时候，或者是添加朋友为好友的时候，点击这个扫一扫就可以了。然后下面这儿是收付款，当我们收款或者是付款码的时候点开这个就会出来我们收款码或者是付款码。然后再讲一下第二个隐藏功能，建议大家收藏一下这个视频，方便以后忘记了还能接着再观看。第二个隐藏的功能就是可以语音转文字，假如我们在不方便听语音的情况下，或者是在开会或者一些情况不需要听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语音转为成文字来看，也是可以的。我们主要就可以点住这个语音，不要松手，然后呢在这儿就可以看到转文字，点一下 OK， 现在就可以出来文字了，是吧？第三个隐藏功能就是提取文字，假如这些文字我们需要用的情况下，一个一个的往上面打出来的情况下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文字直接提取到手机上面。首先呢要点开下角这个加号，然后点开拍摄，我们首先需要拍一张照片，然后呢在这儿假如呢我们用不到这么多文字的情况下，也可以点一下这个编辑这边，然后选中一些文字，选好以后点对勾，然后发送。发送完之后打开这个照片，接下来呢就是长按这个照片2秒钟，然后出来以后这儿会有提取文字，点开提取文字。好，现在就识别出来这些文字了。然后呢我们点击下边这个全选，全选完以后我们在这儿点复制。好，显示已复制。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画面都给它先关掉，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的文字粘贴过来了，然后点发送 OK，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很方便。第四个就是重要事情提醒，假如这条信息看一下出门的时候让我拔掉电源，有可能我过1个小时之后才出门呢，
害怕自己忘掉怎么办呢？其实也可以把它设置成重要提醒，长按2秒钟，然后这儿有个提醒，点开它，在这儿呢可以设置今天或者明天，还有就是1小时、2小时之后，在这儿呢就可以设置我就是1个小时就要出门，所以就设置今天1个小时之后，然后点提醒。设置完以后，过1个小时它就会有铃声提醒，这样就不会忘记了。第5个就是相关表情功能，别人发了一张表情，我们没有合适的怎么跟人家回复，首先呢我们就点开这个表情，然后呢在上面会出来相关表情，然后点一下，接下来呢下面出来的这些都是相似的，然后找一个发送过去就可以了。第6个隐藏的功能就是视频静音播放，假如我们还是就是在一些场合不适合放出来声音，我们想看这个视频怎么办？我们也可以长按住这个视频，然后呢就会出来静音播放，我们点开它就可以静音播放了，没有声音这个时候。第7个隐藏的功能就是搜一搜，在输入框这边长按不要动，然后呢就会出来搜一搜，点开它，在这呢可以搜索表情、视频、文章、音乐等，输入好歌曲名字，然后点击搜索。假如需要这首歌曲，然后直接点发送就行了。第8个隐藏功能就是艾特好友，在微信群里面，如果想和他说话，按住他的图像不要动，然后在输入框直接就出来他的名字了，然后在这儿打上字发送过去，这样呢他就会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提醒。第9个功能就是屏蔽朋友圈，像发这些信息我们都不愿意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屏蔽掉。假如想屏蔽它的情况下，就点住这个图像，然后呢在下边会出来设置权限，打开它，在这儿有一个不看它，把这个开关打开，这样以后呢它再发一些信息我们就收不到了。第10个隐藏的功能可以把英文变成中文，在这也是一样，先打开相机，给这个需要翻译的英文拍成照片，然后呢点击发送，发送完以后也是打开照片，按住长按不要动，这样呢有翻译，点开就可以了，然后它就开始扫描翻译，已经出来了是吧？这些功能都非常的好用，欢迎大家点赞转发支持一下，我们下期再见。